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随着2022年的结束，这一年的智能手机市场表现如何，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重点。近日，根据 Canalys 公布的2022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数据，苹果在2022年第4季度占据了出货量榜首，市场份额占比 25%， 三星位列第二，市场份额占比 20%， 小米跻身前3，份额占比 11%。在全年表现方面，三星以 22% 的市占率再度拿到第一，相比去年 20% 的市占率还增长了2个百分点。苹果位列第二，份额占比 19%， 小米稳居前3，份额占比 13%。我们看到，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陷入寒冬之际，三星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这也让三星对2023年更加信心满满。近日，三星已经官宣将在2月2日发布新款旗舰三星 Galaxy S23 系列。作为三星每年的扛把子系列， S23 系列不仅会代表三星手机的最高水准，用上最新的硬件和技术，同时也是三星的脸面。影像大升级。据悉，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3 Ultra 将会搭载一颗2亿像素主摄，用来对抗老对手索尼的 IMX989 摄像头。IMX989 目前已经在小米 12S Ultra、小米13 Pro、vivo X90 Pro Plus 等机型上使用，市场反馈非常不错。而在日前，三星官方正式带来了全新的2亿像素图像传感器 ISO-CELL HPR， 该传感器的尺寸为 0.6 微米，采用 1.3英寸的光学格式，且支持三星的16合一像素技术，借此可以模拟不同的像素大小，以适应不同的光照水平，从而使相机在更多场景发挥作用。同时，基于三星最新的 DVTG 双垂直传输门技术， HPR 能够将电子从像素传输到逻辑层，从而减少照片在强光环境下曝光过度的问题。Galaxy S23 Ultra 附设为12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，以及3倍1000万像素长焦和10倍1000万像素的双长焦组合，主摄和2颗长焦镜头均支持 OIS 光学防抖。从外观上看，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3 系列大体上将延续前作 S22 系列的设计思路，正面依旧是居中挖孔屏设计，采用双曲面屏方案，同时四周边框非常窄，屏占比很高。3款机型的屏幕尺寸也还是 6.1 英寸、6.6 英寸、6.8 英寸。其他配置方面， S23 Ultra 采用超频版骁龙8 Gen2， CPU 最高主频达到了 3.36 赫兹， 6.8 英寸 3080×1440 分辨率，120赫兹刷新率的中置打孔 OLED 屏，内存最低8最高 12G， 机身储存有 256G、512G ET 可选，电池容量5000毫安时，支持45瓦有线快充。S23 和 S23 Plus 也还是会继续采用 1080P 的屏幕。整体上看， S23 系列最大的改进在于超大杯 S23 Ultra， 后置主摄由1亿像素变成了2亿像素，以及芯片常规升级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方面并没什么提升，但三星还是逆势而为，决定对 S23 系列进行涨价。2020年发布的三星 S20 系列，其售价为999美元，比 S 值提高了100美元。在销量不佳之后，2021年发布的三星 S21 系列将其售价降至799美元，并延续到去年发布的 S22 系列。日前，据9to5 Google 报道，三星将提高 S23 系列的售价，相比 S22 系列，3款机型的售价都会上涨100美元。S23 为899美元起，S23 Plus 为1099美元起， S23 Ultra 为1299美元起。作为对比，苹果去年9月发布的 iPhone 14系列，4款机型的起售价在799美元到1099美元之间。那么，如果上述消息属实，三星 Galaxy S23 标准版的价格将和 iPhone 14 Plus 保持一致， S23 Plus 和 iPhone 14 Pro Max 价格持平， S23 Ultra 则将比 iPhone 14 Pro Max 还要贵200美元。也就是说， S23 系列售价将全面超越 iPhone 14系列。而即便是 S23 标准版的价格，也足以买到其他安卓品牌骁龙8 Gen2 影像旗舰，比如 vivo X90 Pro Plus、
那么问题来了，三星信心满满 ，S23 系列逆势涨价，售价全面超越 iPhone 14系列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